欧美 No Sleep 系列爆米花。我的阿公2天前过世了，虽然我很伤心，但我们也都知道只是迟早的事。他当时已经95岁了，去世前的2个月过得很痛苦。在今年初就患病的他，不断地与病魔搏斗，但最后还是失败了。在他去世时，我人也在现场。他的脸上挂一抹微笑，欣然地接受他临终的时刻。他几乎照顾了我的一辈子。我没有见过我的妈妈，她在我出生的那一周就跟我爸爸分居了。我爸爸时常都被关在监狱里，真正能照顾我的人只有我的祖父母。他们真的是我所认识最贴心的人，尤其是我的阿公，身为他们的家人也让我与有荣焉。有一次，他买了一餐送给一位游民，后来甚至替他在那间餐厅找到了一份工作。之后的好几年，我的阿公每周都会写信问候他的近况，他就是那样的人。我的阿嬷在我16岁时过世了，丧礼时我看到我的祖父哭泣着，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他哭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他流的是欣喜的泪水，他知道阿嬷已身在更好的地方了。他每天都会带着晨报，在他的墓前念给他听。在他生前，他总是会这么做。我一直都希望有生之年，我能成为一个像我阿公一样的人。我的阿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我一直都觉得挺可爱的，那就是他对爆米花的热爱。他每天至少都会吃上1碗，甚至是吃到买一台在电影院里的那种爆米花机回家，时常都在运作中的状态。每一次闻到爆米花的味道，我总会想起他，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。即使到我搬出去自己住后，闻到那味道，我还是会四处张望，看看是不是他又在附近到处吃他最爱的点心。在他的丧礼，我哭了。虽然我跟我说那是开心的泪水，但其实我还是很想念他。他走了，让我很难过。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庭，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。有一个美丽的太太和2个漂亮的女儿陪伴着我。我一直都很担心，我会不会在我小孩的成长过程变成跟我爸爸一样的人。但我总会问我自己，如果是阿公，他会怎么做呢？到目前为止都过得很顺遂。丧礼过后，一切的生活又回归平常。有一晚，当我的太太跟女儿们已经入睡时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到电视上的一个广告，是卖爆米花机的广告。阿公会很喜欢那东西的吧？我喃喃自语地说。突然间，残酷的现实提醒着我，我差点就哭了出来。但我强忍住泪水，我知道我的阿公不会希望我哭的。我会为了他还有我的家人坚强。我要在他们的人生中扮演像我阿公一样的角色。电视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，我慢慢地张开双眼，模糊的视线慢慢地恢复正常。我想，我看电视看到睡着了吧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打了一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。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，是爆米花的味道。那股味道相当的浓，像是有人刚做好一大堆的爆米花。我爬起身，看了一下四周，想看看到底是谁会在半夜2点做爆米花。我走到厨房，那里是一片漆黑，微波炉也没有打开。我打开微波炉确认一下，里面空无一物，但那爆米花味越来越浓，所以我走上楼，看看是不是我的女儿还是太太把爆米花带进房间吃。但他们3个都睡得很沉，
当我又走下楼时，那股爆米花味扑鼻而来，我不得不捂住我的鼻子。那味道到底是哪里传来的？我又走回厨房，看看那微波炉，心想爆米花会像魔术般出现在那里。一转身，我看到地下室的门闪着橘色的光。我走进那扇门，爆米花的味道又更浓了，呛得我几乎无法呼吸。当我打开那扇门时，一股热气朝我迎面而来。我看到地下室里正燃烧着，有一股一股的烟跟火光。爆米花的味道消失了，扑鼻而来的是一股木柴的烧焦味。越来越多的烟正蔓延着，火也快烧到楼上来了。我用力地把门甩上，边跑上楼边大喊：失火了！当我跑到我女儿们的房间时，我的太太已经站在走廊上了。我跟她说我们的地下室着火了，该在这间房子被烧成灰烬前尽速逃离这里。她二话不说地跟着我跑下楼。跑到前院后，我赶紧打给消防队。不到3分钟，他们就到现场了，但一楼也几乎付之一炬了。他们也尽力地灭火，但最后整栋房子还是烧毁了。我抱着我的家人哭着，但我是喜极而泣。我很高兴，我跟我的家人都平安无事。房子在建造就有了，但我无法想象失去我的太太或女儿。在微冷的夜晚，站在前院里，在那湿润的草味跟木材烧焦味中，夹杂着一股熟悉的味道。那股味道安抚着我，让我想起我这辈子最崇敬的那个人。我站在家人的身边，向他最后一次说了声谢谢你，阿公。故事说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朗读故事，欢迎在影片的右下按个喜欢，或是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想要听更多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订阅之后记得按下铃铛，才能接受发片通知。我是米娜，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